今天杰哥过得真是太爽了，不但有漂亮妹子陪玩，还抓到一条这么大的海鱼，而且周围没有电灯泡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。玩累了，两人坐在一起享受美食。看他俩腻歪的样子，晚上的斗地主肯定是稳了。话说一大早，杰哥就带着妹子和爱犬来到海边。由于时间匆忙，杰哥并没有带汽艇，所以他给自己的兄弟们打电话请求帮助。一听杰哥要带妹子，兄弟们立刻出发，不但送来汽艇，还十分贴心的带了一条海鱼当做他们的午餐。感谢的话不多说，杰哥急着过二人世界，扔下兄弟就带着妹子出发。看看这清澈的大海，小伙伴们想不想也去浪一回？在海上策马奔腾简直不要太爽，不但能看到嬉戏的海豚，还能看漂亮妹子的背影。只可惜妹子的身材太性感，马赛克警告肯定避免不了。策马奔腾玩腻了，杰哥打算和妹子去海底玩一波，故意把妹子推下去，然后杰哥又开始了一波赏心悦目。这个操作，小伙伴们学会了没有？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，杰哥完全可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景色，光游泳也没太大的意思。于是杰哥再次潜水，去给妹子找点新鲜玩意。很快杰哥就捡回一个大海螺。海螺这种东西，妹子表示已经玩腻了。等到杰哥把海螺翻过来，才发现里面居然有一只寄居蟹。这么大的寄居蟹还真是少见，尤其是它张牙舞爪的样子非常上镜，就是突然缩回去那一下，把杰哥吓了一跳。看来这哥们也是一个玩学高手。杰哥顿时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，而且他从来不吃2斤以下的螃蟹，所以还是把它放生了。眼看就快到吃饭的时间，杰哥为了爱犬一点水，然后带着妹子返回沙滩。接下来他要去深海去抓点大货，海水非常清澈。杰哥看到一条大鳐鱼正在海底悠然自得，不过他的目标不是鳐鱼，而是跟在后面的那条。杰哥慢慢的靠近，然后举起鱼枪，好家伙，大鱼瞬间亮起自己的白肚皮，妹子都直呼666。这条10斤重的大鱼足够做一顿美味的大餐，但是杰哥还想给自己的小伙伴抓2条，于是他又潜入海底。此时的周围依然有很多鱼，就是没有一条达到杰哥的标准。这2条确实够大，但杰哥是真的不敢惹，否则变成美味的就是他了。又等了半天，迟迟不见大货。就在杰哥想要放弃的时候，终于有一条大鱼慢悠悠的出现了。好家伙，被鱼枪击中还能疯狂的逃窜。杰哥不敢和他硬碰，而是等到鱼线没动静，这才顺着鱼线慢慢的游过去。这条鱼实在太大了，但杰哥很有经验，并没有贸然去抓，而是又来了一枪。为了不让他承受不该有的痛苦，善良的杰哥准备送他上路。现在看看他是有多大了吧，连杰哥都只能勉强抱起来。要是用它做一顿大餐，10个人都吃不完。而且看它的长度，已经是杰哥的最佳纪录。不知道手机前的小伙伴们羡慕不羡慕？今天收获真是不错。是时候给妹子露一手了。胡萝卜随便切一切，青椒随便切一切，然后拿出处理完的鱼肉去掉鱼皮，最后再随便切一切。接下来就可以起锅烧油。杰哥做菜非常的随心所欲，只要想吃啥就往里倒啥。最后杰哥做出来一锅这么多玩意，味道咱先不评价，就杰哥的刀工和做菜的卖相，要是开饭馆不倒闭，博主马上立刻倒立洗头。不过人家妹子倒是不嫌弃，一直含情脉脉地看着杰哥，而旁边的爱犬偶尔能沾点光，吃一点他们扔下来的狗粮，就是沙子有点硌牙。沙滩美人，海边夕阳，此情此景虽然十分的浪漫，但杰哥只想尽快结束，因为他想邀请妹子晚上去他屋里斗地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夜一定会炮火连天，洪水泛滥，最后损兵10亿。你见过12斤重的大龙虾吗？你用过这么大的龙虾脑壳当做酒杯开怀畅饮吗？今天杰哥就来体验一下，抓一只12斤的龙虾是什么感觉。其实杰哥不是渔民，而是一个富二代，但因为太有钱让他非常有压力，所以他听从医生的建议，开始玩起了有趣又减压的赶海，致使杰哥一发不可收拾。只要天气允许，他就拉着朋友出去。今天又是一个好日子，杰哥和朋友早早起来开车来到海边，他们准备抓一只10斤以上的至尊级别的龙虾。杰哥动手把小艇放下，然后拉着它往海水里走去。等到差不多的深度，杰哥上船开始拉动发动机，小艇飞驰在大海上，橘黄色的阳光带着暖意，耳边清凉的海风让杰哥说不出的惬意，仿佛一切的烦恼都被抛之脑后。到了目的地，杰哥穿上潜水服，然后开始潜水。这一片区域到处可见龙虾，杰哥随便一伸手就抓住一只大家伙，但是他太狡猾，轻松逃脱，并且游泳速度极快，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杰哥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但又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继续找其他的猎物。在一个石缝中，杰哥又发现了一只瑟瑟发抖的龙虾，伸手去抓，但龙虾瞬间缩进石缝更深的地方。看来这只龙虾和自己也没有缘分了。不过杰哥并不气馁，并且还十分高兴，因为他很快就抓到了一只12斤重的巨无霸级别的大龙虾。这只大龙虾太大了，居然需要他们2个人才勉强能抓住。看看他强有力的腰腹，让多少中年男人羡慕不已。上了船，杰哥还兴奋地和小伙伴说，刚才抓大龙虾的情景，不得不说这太刺激了。这么大的龙虾，就算是在高级餐厅都很少见到，更何况自己还亲手抓到一只。休息片刻，杰哥又开始玩起了潜水。一头小鲨鱼在旁边游过，杰哥一点不慌，还想摸摸人家的屁股。海底总是这么魔幻，无数的小鱼仿佛漂浮在自己的周围。杰哥对那只藏在石缝的龙虾念念不忘。这次杰哥拽掉了他的2根胡子，龙虾吓得疯狂逃窜，刚想跑却被杰哥的小伙伴吓了一跳，然后赶紧转身，结果撞进了杰哥的怀里。好家伙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！杰哥第一次碰到这种事，兴奋的不要不要的。被扔上船的大龙虾好像不是很服气，强烈要求再来一次。不过杰哥肯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抓龙虾抓上瘾的杰哥又钻进了一个石缝，不过这次不但无功而返，而且还差点被卡在下面，吓得杰哥不敢再钻石缝了。上岸后，杰哥一手一只大龙虾，展示一下自己的成果。不对比不知道，一看真是吓一跳。第一个龙虾实在是太大了，能顶第2个2倍。12斤的大龙虾果然名不虚传。话说这么大的龙虾能值多少钱呢？有知道价格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说说看。杰哥身为富2代，也没吃过这么大的龙虾，兴奋的他赶紧开车回去，准备做一顿龙虾大餐。杰哥取出里面大块的虾肉，龙虾肉太多了，杰哥打算一部分用黄油炒，另一部分做蔬菜沙拉。龙虾的大脑壳也不能浪费，杰哥往里面倒了1瓶啤酒，然后一饮而尽。杰哥说这么喝起来，不但有一种海鲜的味道，而且在精神上有种莫名的刺激。就问你豪横不豪横？喝爽的杰哥把龙虾的脑壳放进煮锅中，他要用龙虾头再吊个高汤。之前的水煮龙虾肉熟了，杰哥把它和圆白菜牛油果拌在一起，味道当然非常的不错，好吃到杰哥连连点头。无敌的海景，醉人的食物，快乐自由的生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最近12斤的大龙虾，11斤的大海鱼，杰哥已经吃腻了，所以今天打算抓2只螃蟹换换口味。天边的太阳刚刚升起，杰哥就带上爱犬，开着小汽车满怀期待的来到海边，准备开始赶海。不过无人机得先安排上，让小伙伴们看看周围的风景。怎么样，风景不错吧？此时海水已经退去，正是抓螃蟹的时候。这里长着红树林，是大青蟹最爱待的地方，周围还是漆黑一片。杰哥只好顶着探照灯，开始寻找蟹老板的栖息之地。你说巧不巧？杰哥还没走几步，就发现一只蟹老板。看他这样子，估计昨天去夜店玩得非常嗨，走路都不走直线了。这个蟹老板的钳子不小，杰哥不敢用手来抓，只好拿着棍子和蟹老板斗智斗勇。要是放在平时，蟹老板肯定拿捏杰哥，但是由于昨天熬夜蹦迪，几条腿都软得不行，结果就是被杰哥拿捏得死死的。抓到蟹老板的杰哥非常开心，不停地换各种姿势调戏蟹老板，毕竟这家伙个头不小，吃了他至少能有半分饱。蟹老板还在强行挣扎，杰哥赶紧回到车里找东西装起他。找了半天，杰哥相中一口铁锅，真别说尺寸非常合适。蟹老板的心情顿时凉了大半截。小伙伴们，蟹老板用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，年轻人不能随便熬夜，要不然容易 ICU 里喝小米。一只蟹老板还不够吃，杰哥开始继续寻找其他蟹老板的身影。找了半天，杰哥再也没有看到熬夜蹦迪的小可爱，不过倒是发现蟹老板的远房亲戚，一只小蜘蛛。杰哥当然不能让他这么轻松的离开，必须盘他。还别说，蟹老板的远房小表弟长得还挺不错。不过杰哥突然耳边响起一句话：蜘蛛这种东西，肌肉味嘎崩脆，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。不过生吃它是隔壁德爷和贝爷这种牛人才干的事。杰哥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吃蟹老板，所以杰哥还是把它放生了。不知道蟹老板知道这事会怎么想。又找了半天，杰哥还是没有其他的发现。而太阳已经升起很高了，又累又饿的杰哥打算先把蟹老板解决再说，毕竟蟹老板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带上爱犬，杰哥开车来到沙滩，今天就随便吃个水煮螃蟹，所以杰哥刨了一个沙坑，然后在周围找来一些柴火，升起一个火堆。
谢老板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。此时的他已经心如死灰，彻底躺平。杰哥终于给他一个痛快，把他大卸8块，然后放入锅中清煮。很快，一锅美味的水煮螃蟹就大功告成。把螃蟹从锅里挑出来，杰哥用海水洗一洗，然后开始剥开螃蟹。至于螃蟹壳、蟹腮这种不能吃的东西就不要了。等到收拾完毕，杰哥就开始找地方享受美味。现在已经接近中午，这么大的太阳实在太晒了，周围又没有什么树荫。不过杰哥还是发现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，那就是车轱辘底下。真别说，这里非常凉快。老规矩，粉丝先吃，因为用海水洗过。蟹肉自带淡淡的咸味，而且现抓现吃，鲜味那是满满的，好吃到杰哥根本停不下来，把爱犬馋的就差张嘴骂人了。蟹老板的味道确实不错，但是杰哥并没有吃过瘾，所以杰哥打算再去抓几只。这回杰哥不光带着爱犬，还把爱犬的发小也一同带了过来。现在的大青蟹都躲在洞里休息，所以杰哥要去红树林的深处。很快，杰哥就发现一个不小的深洞，于是趴在地上开始用手去掏。大青蟹的洞穴非常深，杰哥伸着胳膊掏了半天，虽然里面出了不少水，但就是没有摸到大青蟹。看来这只是蟹老板的一处房产，今天他不在这里住。虽然没抓到大货，但杰哥并不甘心，继续找蟹老板的洞穴。红树林里面非常的泥泞，杰哥带着爱犬，他俩走了半天，又累又渴。杰哥赶紧给他俩倒点水喝。休息一番过后，杰哥换个方向继续出发。好家伙，还真有大发现！看看这小老板，红彤彤的，非常可爱，尤其是他的那个大钳子，几乎和他的身子一样长。不过小老板实在太小，杰哥对他没有什么兴趣。也许是杰哥的善良感动了苍天，没一会，杰哥就发现了一个大青蟹的洞穴。这回杰哥长了经验，不用自己的胳膊去掏，而是拿一根铁钩使劲的往里捅。捅了半天，洞口的水越来越多，深藏在里面的大青蟹实在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，伸出钳子就要给杰哥一个教训，结果是丢了夫人又折兵，自己的大腿被杰哥薅了出来。杰哥乘胜追击，喜提一只3斤重的蟹老板。这么大的一个蟹老板，把狗狗们都看呆了。大青蟹抓起来实在太过瘾，杰哥还想再抓几只，不过都失败了。天色渐暗，潮水开始上涨。浪够的杰哥回到家，先把蟹老板煮熟，然后端出来向小伙伴们嘚瑟一下。看看这么大的蟹腿，小伙伴们馋了没有？蟹肉太多，做个卷饼吃起来也非常不错。看看杰哥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狗狗们都快馋哭了。这期赶海，杰哥表示非常满意，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，比做什么富二代还要舒服。今天杰哥彻底玩嗨了，不但在清澈的大海里随便潜泳，还有性感妹子陪玩。玩饿了，哥几个就抓几条肥美鲜活的大海鱼，这哪是赶海，分明是度假呀！其实杰哥本来打算自己出来赶海，但几位好兄弟突然登门拜访，并且还带来了漂亮妹子，这种好事杰哥当然不会拒绝，立刻带着小伙伴们出发。因为今天有妹子，所以杰哥要带他们去一个非常刺激的海域。无人机先安排上，看看航拍的效果怎么样，小伙伴们有没有想下去游泳的冲动？终于到了目的地，杰哥的小伙伴已经按耐不住，开始潜水抓大货了，而杰哥则开着水上摩托，带着妹子和爱犬，开始在海上策马奔腾。你看这爱犬被美女抱在怀里，不用说也知道她的内心肯定美滋滋。没了电灯泡，杰哥开始带妹子潜入海底，看看这梦幻的场景，能有哪个妹子不心动呢？杰哥今天是彻底开心了，和妹子那叫一个含情脉脉，游泳都像是在撒狗粮。不过这都不算什么，前方高能，小伙伴们千万别眨眼。我的老天鹅，妹子居然碰到2条纯野生的大金鱼，这种梦幻般的场景，除了一句我尼玛，想不出什么更合适词来形容啊！妥妥的精彩瞬间。不过更爽的其实还是杰哥，不但能看到大金鱼，还能明目张胆的看妹子。因为有些画面太过清凉，我就替你们看了。不过博主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，置顶评论里有妹子的照片。两人浪够了，就坐着海上摩托继续策马奔腾。回去的路上，无人机又发现了好几条大金鱼，估计是一家几口聚餐来了，毕竟快过年了。此时杰哥的小伙伴正拿着一根鱼枪潜入海底，准备抓条大货。一条大鱼好像刚睡醒，还在梦游着，结果被一箭穿心。好家伙，这个倒霉蛋还真不小。杰哥和其他小伙伴都不淡定了。更加神奇的是，这条大鱼的嘴里还有一条小鱼，看来他刚吃完饭就被杰哥的小伙伴盯上了。真是鱼在海中游，祸从鱼枪来，这年过得倒霉到家了。其实小伙伴也是第一次抓到这么大的家伙，兴奋地抱着它，让杰哥给自己拍照，朋友圈发一波那是必须的。话说这鱼到底叫啥名？有认识的小伙伴可以发在评论区。看到朋友抓到大货，杰哥也忍耐不住了，
他也想潜水抓2条鱼过瘾，不过先要把摩托艇开回去换个游艇再来。回到岸上，杰哥准备去开游艇，而小伙伴又忍不住开始嘚瑟。他用1个月的火锅打赌，这条鱼能有12斤重。另外的小伙伴非要打他的脸，稍微拎了一下，说最多11斤，一上称5.39公斤。好家伙，准确到让别人都直呼王德发。打赌输了的小伙伴顿时不开心了，1个月的火锅要好多钱呢，金钱豹来了也顶不住啊。回来的杰哥把游艇放下，然后带着小伙伴和妹子再次赶海。这个小游艇对杰哥来说很便宜，才不到30万，出去带妹子非常合适。现在杰哥要去的海域是另外一个，那里水深大概在25米，经常有大货出现，男人们都跃跃欲试，想要抓一个更大的家伙，让妹子们看看自己多牛批。刚下海，杰哥就看到一条小鲨鱼。鲨鱼是保护动物，不能随意猎杀，否则小日子就真的很有盼头了。海底的鱼群特别多，杰哥随便来一枪就轻松抓到1条大鱼，而另外一个小伙伴也抓到1条大货，惹得鲨鱼都羡慕不已，迟迟不肯离开，貌似想来一波偷家。小伙伴吓得赶紧把鱼拿到游艇上。这条鱼个头不小，而且非常漂亮，就是下手有点重，把小伙伴的鼻子都给撞出血了，惹得大家伙对他那是一顿的无情嘲讽。杰哥再次出手，1条红色大鱼成功到手，看看它红彤彤的模样，味道一定非常鲜美，就是不知道这条大鱼能值多少钱，够不够大家伙吃一顿海底捞。玩了一圈，杰哥他们一共抓到4条大鱼，不但1条比1条大，还1条比1条漂亮，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有认识的小伙伴一定要发在评论区，博主给你们点个赞。此时鱼儿抓够了，杰哥开始躁动起来，不但把妹子推到海里一起游泳，而且还狂吃妹子豆腐。又是画面比较刺激的原因，身为博主的我勉为其难就替你们看了。想看妹子身材的小伙伴可以置顶评论。玩累了，当然就要用美食来补充一下。先把大鱼切成肉块，做成生鱼片，然后让爱犬也跟着享受一下。接着把新鲜雪白的鱼肉放在平底锅上煎熟，再来点蔬菜、奶酪、西红柿，还有一点调味料，最后用玉米薄饼卷起来，一个墨西哥风味的鱼肉卷饼就做好了。还没开始吃，香气扑鼻的味道就让杰哥开心的手舞足蹈起来。蔚蓝的大海，温暖的阳光，漂亮的妹子，美味的大餐，这种小日子简直美得不要不要的。因为太有钱而有压力的杰哥，现在都觉得没什么压力了，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羡慕不羡慕。玩累的杰哥带着妹子和朋友回到岸上，没想到还遇到一群大海龟，妹子立刻跑过去和海龟玩耍起来。直到夜色降临，来到自己的小院，杰哥又没有闲着，开始弄起了海鲜烧烤，吃海鲜喝啤酒，顺便吃妹子豆腐。好家伙，说成是神仙日子也不为过。虽然我们每天都在为好好生活而努力奔波，但貌似都没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博主愿屏幕前的小伙伴每天都能快乐，能够得到足够的放松。如果小伙伴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击头像关注一下，还有更多精彩的视频等你们点赞分享。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